传闻还曾在太古时期替天道行使天雷之位，若单凭我之力，定无法脱身。可若借深渊之力，尚有一丝生机。就是现在！那日所见裂缝，应该就在附近。我若能进入其中，便可借其地狱吸力。找到了！斩了！此地怎会有传送阵？定身术虽可诛灭此兽，此刻他已是强弩之末，正是吞噬良机。富贵胸中求，道源险中取。魂魂，收！仅炼化了上古雷龙的1/5，体内元神竟就异变化雷。如今想要灭我元神，迂毁天雷武艺，神通之中也蕴含天雷之味。以此雷力，就算问鼎后期，我也能一战。元神就无法离体，这层阻隔，莫非就是元神异变的代价？不知周易前辈现在如何？文兽又在何处？瞬移失效，土遁兽族，就连虚浮通道也无法开启。此处竟是绝地。你的眼睛里，那是什么？当日你说对潮汐深渊知之甚详，可知如何从此地脱身？此地是何处？深渊地！这我只在外面活动，从未想过会来底部，我也不知道如何出去。无用！等等，我虽不知出路，但我知晓天元子的秘密。只要你肯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。说。你得以悼念起誓。我看见师尊把孙宇吞了。长久以来，天元宗门下罕见第2部修士，对此众说纷纭。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便是，天元子靠吞噬第2部弟子来圆满自身意境。
当时我并不相信，直到有一日，我所修功法可吸取妖兽灵力。那日我正吞噬山精时，竟无意探视到他的记忆。那头山精亲眼所见，师尊与孙云曾有一战。当年两人在空中斗法，本来孙云还能与师尊打个平手，但关键时刻，孙云眉心亮起一道诡异印记，使得他瞬间败下阵来。而下一秒，他竟被师尊生生吞噬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那些可怕的传闻都是真的。诡异印记，可是此物？啊，正是。师尊当时穿的可是灰衣？是灰衣。那时我还有些奇怪，我从未见过师尊穿灰衣。当年在古妖传承中，我便察觉这杀戮之气有问题。想必孙云也早已看穿了天运子的把戏，才未将其修至大成，可却依旧逃不过被吞噬的下场。如此看来，天运子传授给弟子的神通，亦是给他们种下的枷锁。天运星不可再留。此人心狠手辣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可惜我修为不够，若是我可以问鼎。眼下体内元神虽说被封印，但借问鼎元气，破境未成不可一世。打问鼎，便有一线生机。难不成他看出了我心中所想？先帝青林御简中曾记有影遁秘术，唯仙位可施，或能助我脱困。虽炼制之法成算渺茫，但我唯有一搏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若成功问鼎，我送你一场造化，助你窥探阴阳虚实之境。但条件是，心甘情愿被我炼成仙位，做我1000年奴仆。仙位，神之可存。1000年后你若不死，我自会还你神智与自由。图一次，图我能熬过1000年。好，我愿意。问鼎已成，仙位之机已复，接下来便要炼肉身。可惜，只是同级强度，肉身强度不够，借凶魂虚体一用。阴虚阳实之境，先帝青林果然好手段。银，
借仙威有论，有6成把握可离开此地。当时令牌凝聚之时，还有1人之剑未拿。若我猜的没错，令牌有子物所念，当年吞噬之物果然也在其中。此令牌是开启师府的钥匙，天运子等人觊觎已久，要小心藏好。剑鞘12剑，我已得7把，可组成7星剑阵。若再以天雷为剑入，未能必遭。只此2件法宝还是不够。若是巨富，让我来看看你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斩罗诀，你可知何为斩罗？不知。观众生之相，得此诀之本。众生之相与斩罗2字究竟有何关联？斩罗，何为斩罗？原来如此，罗者王也。众生芸芸，万象交织，却生来便接受这天地规则约束，由生至死，皆在网中。而斩罗，斩的便是这天地罗网，断的是约束众生之规则。一剑击出，可断命运，破规则。此为斩罗诀。短短数年，吸引之力怎会猛增至此？深渊之地，莫非又有变故？如今悟得斩罗诀，本以为可以就此脱困，不想还是一场空。时也，命也，世人皆求幸福，我所求不过陪伴父母，陪伴婉儿。然我之道途，却是孤绝。变数既生，多想无益。不如趁此时间，将体内的杀戮之气拔出。杀戮之气只是表象，若要抽出身中体内的杀戮之意，可行，但不够。激烈，还，
1083220条，与杀戮之气的数目果真一致。此地吸力已至极限。 先位，顶端。杀戮，中化主。命你护我弟子周全，怎会折损至死？ 今日罗盘紧照平生，西轩，你究竟走来了何时？诸位道友，我欲将妖灵之地开启之期提前10年，各位可有异议？可以，同意。王林，你竟敢强行剥离烙印，既如此。 我便留不得你了。此地吸引之力无比磅礴，以力相抗，断无逃脱之法。欲破此局。 需化力为我。我这2世道念，一是道化黄泉，2是凝化拳魂。11载枯坐，我困于此力，这深渊之力，非阻隔，乃奇迹。 天地之理，皆在力变之间。我即是力。 我即黄泉。
只想看一眼。天运子一行将至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帮不了你，想走自便。你就不想知道元神内那颗珠子的真正来历吗？还是你不想让珠子里那缕残魂苏醒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能告诉你那珠子的来历，复活残魂之法，甚至离开此地的契机。他所言不知真假，但一线生机，足矣。放心，我未骗你。道出此事，我已赌上了所有。这是我的家乡，罗天星域。地方到了，该你了。很久之前，星空之下曾有一处修行圣地，被称之为仙域。传说它遗弃众生，只留4处飞升通道：风、雨、雷、电。4处通道后来变为另外的仙界，4大仙界下辖4大星域。我罗天星域之上，便是雷之仙界。天逆珠最早便出现在我罗天星域。它现世时，所有顶峰修士都感受到了远古仙域的气息，它引动疯狂争夺，却最终古意消失。无数年后，它不知为何出现在了联盟星域的雨之仙界。那股传送阵是你设的？非我所设，但却出于我罗天修士之手。那传送阵已废，唯有罗天石可起。天逆珠之秘我已告知，那残魂我家仙族可复活。你只需带我穿过此漩涡，送我回去。此女一句一言，都是想把我引进罗天星域。你属罗天星域何宗派？罗天星域没有宗派，唯有修真家族。我属东林星象家。此漩涡，以我修为，怕是无法通过吧？你有天逆珠，定可通过。是吗？如此笃信，此女必有隐瞒。你不想复活她了吗？她因我入罗天，必有图谋。她知晓我太多秘密，此患绝不可留。别我！我别想复活！你就这样放弃了吗？闭嘴！这女子被封在化轴中，本无望脱困，恐是因当年吸收了3族的符术，才有了此变数。封！我赐你道基尽毁，神魂尽灭！罗天星域应是不假，婉儿苏醒之际，纵渺茫，亦须一探。东林相家，天运子将至，妖灵之地已成危局，令牌在手，那洞府他们开不了。待我踏星归来，再探仙府奥秘。离去前，尚有几事须了。让你久等了，折损不少，兽群定有变故。
聪颖，看来那女子似与周易前辈有救。前辈应暂无危险，我已突破西里之谷，便不必先于从出口离开，走水妖郡入口。他们这是在挽留。入或留。以他血脉的纯粹，若不是幼兽之时被我收服，恐怕也不会追随于我，都是宿命。待我归来，再一一破解此处禁制，探寻这洞府的全部奥秘。在那之前，自见无人可恕。明日我便上奏妖帝，荐你为妖将，让你去龙潭感悟。虽说得不到真正的传承，但在那儿也是好处众多。明天，陈某就要称您副帅了。哼，这副帅之位本应属于我，若无那卑贱的王林，凭他莫厉海，哼！王林是我师弟，此人已失踪多年，恐怕尸骨已寒。你记得他是你师弟，他恐怕早就不记得你是他师兄了。若他没死，我定要杀他。是吗？何人故弄玄虚？出来！王林，大胆，敢闯我府邸！昔日答应一人取你性命，今日便是为此而来。哼！狂妄小儿！一须傀儡。小心师尊。炼魂部落，以后就交给你们了。老祖，您这是要走？这里面的功法足够族人修炼。13，你手中的是巨魔族的后续功法，要勤勉练习。谢师尊，13定不辱使命。此去一别，不知归期，保重。恭送老祖。师尊此言，怕是此事暂难相见。该走了。太郎，出来见老夫！
诸位道友，时隔多年，风采依旧。王大友，我察觉到贪狼就在你这里，赶紧把他给我交出来！哼，你看，这么多年了，这剑尊的脾气反倒是更大了。剑尊道友关心弟子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师尊，是贪狼，他把师弟们都给害死了。哼，小娃娃，老夫可曾亲手杀人？你虽非亲自伤人，但却把师弟们困在此屋内献祭。老夫把你等困在其内，是为了那洞府令牌。你不去找杀你师弟们的正主，反而来找老夫，荒谬！你够了！令牌在哪儿？说来你们或许不信，但老夫以数万年的修行起誓，那令牌真不在我手。是天元宗的王林，他抢走了令牌。想走？警惕先来了。吸血的气息。果然是你！王林，你逃不掉。既然血族已经发现了游吸血之秘，那定不可能放过我。若想让他不能亲自追击而来，那就得把这水搅浑。你们苦苦寻找的虚府，并非3座，而是4座。王林，我女儿在哪儿？第4座虚府确实存在，但显然已经被他占据。若不擒回此人，那真正的洞府，我等再无进入之日。这王林不知有了什么奇遇，居然可以扛住星域之力。我夫妇当年也曾尝试进入，虽说未成，但若我等合力，或可送1人破境。送谁？送在座哪位道友？诸位能放心。除非是……此人修为合适，足够对付王林。我们每人都在他身上留下一道禁制，他便逃不出我等掌心。诸位意下如何？老夫觉得此法可行。谅他不敢造次。那是要是碰到他，如此下去，不等家族驰援赶到，我们便要被虫子啃得尸骨无存，还是早些扔了吧。
极为陌生，若要寻找东林星，还需知晓此方星空的情报。东雷卓，迷雾虫有灵，我们现今即便放弃赤曜石，还是会被追杀。这迷雾虫最怕雷系法术，只要依托风雷卓坚持几日，定会有擅长雷系神通的长辈前来相救。好强的雷系神通，在下冉家族人，前辈若能将我们救出，整个冉云星定会倾力搭救前辈。冉云星，冉云星距此不过7天路程，前辈若是想去，晚辈几个可以带路。他们都是鹰殿期，却喜怒形于表，不加掩饰，还真是伟境风霜的家族子弟。晚辈冉家9代族人，前辈可是雷仙使者？冉云星由我们冉家、孙家与赵家3家执掌，前辈要去冉云星，晚辈们自当带路。雷仙使者，看来在这罗天星域，这身份分量不轻。冉云星附近可还有其他修真星？回前辈，冉云星隶属北域5大主星之一的千幻星，像冉云星这样的附属星，还有数十颗。千幻星，前辈救命之恩，我等铭记于心，只是还不知前辈尊讳。许木，许木是千幻星许家，还是无忧星那个许家？前辈是从何处而来？晚辈不该胡乱打听，一时失言，请前辈恕罪。东林星，可知晓？东林，那个传说中的杀星。东林乃是罗天东域第1星，我等只知其行踪莫测，时而出现，时而消失。此星在罗天星域之中，有着东林杀星的赫赫美名。继续带路，必须立刻上报，此人太危险了。前辈，冉云星已至，晚辈等需立刻回族复命，不能相陪了。前辈请自便。东林杀星，以我如今修为前往，恐怕9死1生。要为婉儿寻得一线生机，必须尽快突破，踏入第2步。我已尽致遮掩面目，熟悉之人再难认出。一个问鼎中期，2个问鼎初期，想必就是那冉、孙、赵3家的老祖了。此星灵力充沛，竟只有3名问鼎修士。若再联盟，这里怕早已血雨腥风，争夺不断。北域10数附属星皆如此，洛天果然附属。而此地灵气浓郁，正是绝佳屏障。天运子纵有通天之能，也料不到我会以结丹之身藏于此地。引地脉灵气入室，哼，倒是别致。上访年付1000块下品灵石，下访100块。速选。下访即可。西武，去吧。来时东张西望，心浮气躁，
一看就道心不坚，结因百日做梦。收灵烟，化温血，蕴养神魂，构思巧妙。联盟造物，强横有余，精巧不足。罗天之物，却有独到。邹庸灵脉，却公然足于散修。这在联盟，无异于质子暴奸，行于闹市。罗天，果真规则迥异。我现下突破修为，所需仙域如海。此行3名问鼎，虽非我敌手，但此地加速同之连理。此番要获仙域，需另辟蹊径。容挪移神通于剑，10万里外亦可取缔。容易境与悼念之宝，方有高价。悼念虽强，终究是当世之物。真正能令人疯狂的，是那虚无缥缈的上古机缘。真正的上古传承难悟，但禁止之术描摹的形似，却可乱阵。除非禁止造诣远超于我，难窥其微。虽无仙宝之威，但若运作得当，价值不可估量。道友，何事？此城何处可议高阶法宝？城东宝和楼，孙家产业，可买可售。啊！道友莫非不知我宝和楼的规矩？不知有何规矩？听好了，我宝和楼2不进1不出，修为低于元婴者不进，无10万上品灵石者不进，入楼而无交易者不出。道友自量，可够格？应变以来，我便只以仙域修炼，10万上品灵石，倒还真拿不出来。哼，道友这点微末的道行，即便进去了，怕是也够不着出来的条件。请回吧，莫要自取其辱。此物可收。做工粗劣，见光暗淡，附了神通，但手法如此拙劣，已然不值一试。此人废物当宝，可笑。下品灵宝都算不上，不收不收，拿回去。此楼可有应变主事？应变前辈自然有，可你一个结丹小修，也配求变？风儿不得对客人无礼。长老，您老人家怎么亲临了？好一柄神通飞剑，容空间挪移之道，仙力可摧，为仙宝之胚。小辈，此乃家族重宝吧？擅自拿出来卖，家中长辈可知晓？3000仙玉。道玉，此剑
竟拒喊道狱，因为应变修为，竟无法洞悉其源。此物不凡。此境作价几何？5万。啊！5万仙玉，几乎掏空我大半积蓄。可这道运之宝，哎呀，错过恐再无此机缘。传承伪仙宝，上古传承，拥有上古传承的伪仙宝，传承何其罕有，哪一个不是震古烁今？只要破开这上古禁制，遇上仙宝，实乃老夫此生之大机缘。小友，此宝你预售几何？10万仙玉。结丹修为，小友之物过于贵重，我宝鹤楼恐无福销售，有缘再会吧。像，太像了，这背影。老眼昏花，星海茫茫，怎会是他？哎呀，罢了，罢了。孙泰，是你，藤鸟，真的是你！这等禁制，你如今是何修为？难道已经问鼎？问鼎！当年那任我拿捏的化神小辈竟已问鼎，而我堂堂石英宗大长老，却落得如此田地。巨魔老祖不过应变，他的神通如何能横跨星域，将你送来罗天？此事老朽也困惑了数百年。当年我被莫名传送到此，很快便被其上的吕家掳去，做了整整100年的低贱杂役，修为尽废。你身上的烙印为何如此稀薄？这烙印也是在吕家被磨去的。东林星上可有像下？老朽在彼处地位卑贱如尘，据我所知，并无像家。或许是我没资格知晓那等隐秘。从联盟新域带来的老茶，许多年不舍得喝了。今日故人重逢，陪老夫饮一杯吧。你亲手炼宝换取仙玉，想必
你来罗天不久。这罗天星域与联盟星域相似，皆是古仙界破碎而成。四大仙界，联盟对应雨，而罗天对应雷。但不同之处在于，离之仙界似乎尚存一息。雷系神通在此地威能莫测。如今罗天最大的势力便是那雷仙殿。多谢相告。谢什么？如今我不过是个修为跌落的化神修士，靠着这点炼气的手艺，才在这孙家的宝盒楼中混个掌柜。你的寿元还有不到20年了，老夫感觉得到大限将至。20年后，若我还在染云星，会来送你一程。曾牛，你如今已是问鼎，往后每一步所需仙玉皆是海量。那几件伪仙宝换来的，对你而言不过杯水车薪。但你今日以结丹之身露此重宝，太显眼了。孙家，尤其是孙宁那老鬼，绝非善类，小心惹祸上身。多谢。遇上钩了。结丹小儿，交出宝钗，保你不死。哈哈哈哈哈！成了，那宝钗还有数万仙玉都是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可能？他不是结丹期。此人修为至少应变重器，明知我是孙家之人，还敢下此重手。待我回到族中召集同门，定让他挫骨扬灰。快，抢下来兵，通报所有长老，共诛此僚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明明他劫杀在先，我却成了恶人，还真是个颠倒是非的鼠辈。有趣。仙玉又着落了。狗胆包天的小子，定会为今日鲁莽行事后悔。狂妄小辈，敢伤我孙家长老，毁我护山大阵！你若自断双臂跪下请罪，可暂免一死。我与这位孙长老因交易相识，此人身上的一把飞剑与一面铜镜，是与我交易得来。诸位将他的储物袋打开，自能验证在下所言。
他贪图我的一件法器，意欲杀人夺宝，被我击退后，便一路逃到此处。此人恐怕所言非虚，但孙家岂容一个小辈撒野？不管是谁家小辈，我等先以封魔阵擒下，待他长辈前来，再论生死。诸位此举，想必孙家上下皆是同谋。此到底是什么修为？这等威压远超应变，难不成？道友，还请息怒。大长老，问鼎神使，此事确实我孙家触犯了道友，我等甘愿赔偿，还请道友收手，莫要为难诸多小辈。20万仙玉，此事作罢。可以，只是道友要求的数量太大，此处只是孙家分支，道友暂等3天，容我等将仙玉调集而来，可好？答应的倒是痛快。这孙家老祖若非气度广阔，便是另有图谋。可以。一次拿出20万仙玉，即便是本家也要伤筋动骨啊！老祖亲自吩咐，一切要求全部应允。传令，今日之事绝不可传出，更不可打扰到此人。惹是生非者，即刻革职，等候发落。如今我已有数万仙玉在身，还需尽快全数吸收，争取突破问鼎中期。你止步。孙家小辈，若还敢跳梁惹事，不必再留情。你可知晓修真之人最重什么？请赐教。我告诉你，最重勤奋。你虽资质不好，但若是勤于修炼，或许能有进步之日。我守护此处灵脉，所见元婴乃至化神修士众多，从未有人如你这般，一大早就放弃吐纳，外出闲逛。沙星平日杀人不眨眼，今天居然让一个小辈逮住说教，这场面怕是1000年一遇，可得记下来好好留念。前辈说的是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而是在这修真界，唯有自强者方能致远。日后若是有修炼上的疑问，可来此问我，切记勤于修炼，莫要身心懒惰。你进去吧。此人修为虽弱，但比之联盟修真界的尔虞我诈，并不令人生厌。步入问鼎后，以仙玉修炼消耗太大，即便加上孙家的20万仙玉，我依旧达不到问鼎中期。若要冲击第2步，所需仙玉不可想象。仙界早已不在，除非第2步所需的，并不是仙玉，而是另有他法。前辈，孙家孙启明求见。20万仙玉已从本家送来，请前辈清点。不必，你下去吧。上次相见匆忙，晚辈还不知您名讳。许木。前辈，7日后此城宝和楼中会举行一次拍卖，其中将有一颗8品次神丹。前辈，这便是拍卖会的请帖。
你将拍卖8品丹药之事透露给此人，稍作试探，此丹对问鼎修士效用极大。若他动心，则修为尚在问鼎期内，必会取下此物；若他不动心，则他修为高于问鼎，届时即刻撤出城中孙家势力，不可再有任何牵连。拿来吧。这种试探没有第2次。是。你来了，坐吧。孙家邀我前往宝和楼拍卖，此试探之举透着诡异，是否有一些内情？我能感受到，他们好像在怕什么。怕？哼，是惶惶不可终日啊！他们惹下的是天大的祸事。4年前，就在这冉云星附近星域，孙家老祖孙熙，逍遥3人赵传文，还有冉家老祖冉学风，3人联手击杀了一个重伤逃遁至此的修士。他们得手了5枚，整整5枚8品次神丹。可兴奋过后，他们在死者的储物袋中看到了1枚令牌，千幻星幻家的令牌。幻家？对，就是北域主星千幻星的那个幻家。曾牛，你可知幻家行事何等霸道？族人被杀，所有牵连者，无论主从，一律灭族。连死者储物袋里的东西流落到谁手上，只要持有，同样会被迁怒，视为挑衅。那令牌，那丹药，都是催命符，沾上了就甩不掉。这4年来，他们3人如坐针毡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生怕哪天幻家的雷霆之怒就降临下来。所以这场拍卖会是个饵，钓我上钩，沾染幻家的因果，把我和他们绑在一条船上。他们想把当日的罪过，连同那灭族的风险一并嫁祸于你。若幻家追查下来，他们定会借你脱身，或者至少减轻罪责。好算计！借刀杀人，祸水东西。冉学风、孙熙、赵传文，此事牵连重大，莫要卷进来。多谢。8品次神丹，至少能让我直接跨入问鼎中期。若要早日前往东林，此丹必须取到。此举虽然险恶，却非入不可。4年前便已失踪的族人，为何拖到此时才处理？回禀老祖，那人不过是分支族人，幻家人数众多，难以详查，即日才将此事查明。老祖，您看，此事如何处理？既然知晓了，就不能置之不理。所有涉事之人，连根拔起。此事交给幻梅处置，让他分配给他的族人去办，正好让他在族中立威。谨遵老祖法旨，属下告退。自打老祖远赴联盟，将那幻梅带回，对族中大事便不再过问。即日起，幻梅便是老夫关门弟子，
如今老祖更是为了一个外人，不惜损耗修为师长换血大法，还要助着幻梅在族中立威。莫非真打算日后将偌大的幻家交于此女之手不成？冉云星啊，幻东，属下在。你修为已达问鼎中期巅峰，此去一行应无意外。此事虽小，却是我在幻家第一次行事，要速断速决。幻东，你可明白？那冉云星修为最高者，也不过问鼎中期。幻东此行，必将涉事之人尽数诛灭，定不会坠了小姐威名。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此事定要办得漂亮，赢得小姐青睐。依日前小辈的传言，这许牧是雷仙使者，与那东明星有所牵连。此人实在深不可测，恐怕是看透我等所图，不会赴约了。天地之间，8品丹药何其珍贵，问鼎期内，何人不为之疯狂？此人既然取下令牌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切实把这丹药送到他手中。雷仙殿与东林星，都不过小辈所言，未必属实。我们费这些力气，此人若实力不济，他日幻家到来之时，不堪一用，冉云星便要万劫不复。是何成色，一试便知。来了！这等神通，莫非是哪家老祖降临于此？那人定是来找你麻烦，此处防府是我负责。只要你还在院中，我便要保你平安。你快回去！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不用你操心。前辈，此地乃是孙家产业，不知前辈有何事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，孙林。你很尽职，可以退下了。前辈，只要他还在此处，便是晚辈分内之事。况且，他只是一个结丹修士。前辈何必苦苦相逼？这是够了！被那前辈抓走，此人恐怕凶多吉少。此事我已尽力。定可让我冉云星渡过此劫。徐道友，在下孙熙，对道友并无恶意，不要见怪。前日道友曾在域外救下我孙家小辈，孙某特备薄礼。举手之劳而行。不瞒徐道友，
在下这次前来，便是与道友一同前往宝和楼，一观那拍卖盛会。祝愿道友此行能有所收获。孙启明参见老祖，参见许前辈。他既已知了内情，为何还以身犯险？此人到底什么来头，竟能和老祖平起平坐？徐兄，今日压轴拍品是8品丹药，来历有些特殊。此丹非我冉云星之物。孙道友，徐某不喜欢听故事。徐兄，这故事今日老夫不说，以许兄的才智，想必心中也是早有疑虑了。诸位道友，接下来拍卖的乃本次压轴重量8品醉神丹一枚。此丹药仙力磅礴，为问鼎修士可承受。问鼎以下若强行服食，必爆体而亡。起拍价1万仙玉。孙家有令，此物的拍卖绝不可插手。咱家老祖自己不用，却拿出来拍卖，此事本身透着诡异。可有人出价？说再无道友出价，此8品灵丹将流拍，暂存于宝阁楼内。我出价1枚仙玉。1枚仙玉，疯了吗？这是谁呀？竟然如此羞辱宝阁楼！他真的出价了，但这价格接了，宝和楼颜面扫地，等于告诉所有人此中有诈。不接，老祖严令此物必须卖出。徐兄，高，佩服。好，既然只有这位道友出价，成交。8品灵丹，1枚仙玉，归这位道友所有。啊，成交了！宝和楼怎么认了？那8品流神丹，原因就因此而死。孙道友若无他事，在下便告辞了。何事？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攒下的5万多块仙玉，里面还有我毕生炼丹、炼器的一些粗浅心得。原本是想着有朝一日，或许能寻得机缘，恢复几分修为。现在都用不上了，送你吧。生与死，强与弱，恩与怨，因与果。拜见主人。因果，生死轮回一讲之后，便是他梦。这便是生与死的本源。昨日之因，今日之果。孙太因我而至此，又因我而释怀，这便是因果。
近30万仙域，应是勉强够突破修为了。仙力一族，只待意境感悟，便可水到渠成，踏入问鼎终极。既然非想把我卷入事件之中，那便要拿出足够的诚意。刚才我这举动，想必这3个人心中有数了。真突破了，一试便知。仙位，去！若他想杀我，刚才那一掌，我便已神形俱灭。此人到底是何修为？问鼎大圆满，还是更高？处心积虑将徐某拉入祸事之人，有你吧？徐道友，此事是冉某糊涂，只因幻家势大，我等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。还望道友。徐某没时间听你的借口。想要得到徐某庇护，你的诚意远远不够。道友的意思是？我要你家族9成的仙域。你们2个也出来吧。你孙家交出7成，至于你，逍遥散神赵传闻需交9成。另外，4年前所得剩余8品灵丹，那幻家族人的所有遗物，一件不少，全部交给我。还有，若日后我修炼所需仙域仍是不足，你们3家需负责替我寻来。若满足不了，你们便自求多福。这些，便是徐某庇护尔等的条件，接或是不接。徐道友，孙家应下了，只要能得道友庇护，安然度过此劫，7成仙域，孙某双手奉上。行，冉家也认了，指望道友信守承诺，护我冉家周全。
昭兄，当日袭杀可是我们3人一同出手，你莫想置身事外。赵道友，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罢了，赵某同意便是。赵某孑然一身，这点积蓄便是全部家当了。宦家族人遗物，皆在袋内。无事莫来扰我。若宦家来人，我自会出手。这身份令牌过于质朴了。先问，探虚实。果然有鬼。材质普通，内里却烙印了一道与命魂相连的秘术。宦家应已知晓此人陨落。云霞系发现完整天眼狂脉，一整条金属性火石的狂脉。天泥珠只差最后的金属性，便可圆满认主。尊熹，将罗天星域你所知晓的一切星图刻在玉简上，即刻送来。云霞星，找到了，这条金眼狂脉，我要定了。许道友，你这是要离开冉云星？徐道友，孙某虽信你为人，只是此事关乎我等身家性命，宦家威胁近在眼前。徐某答应之事，自不会反悔。我乃千幻主星宦家2品族卫宦东，闪云星问鼎修士，速来觐见。你是何人？敢走宦家行事？我的名讳，你不配知晓。寂灭！别！这是什么雷？此人修为绝不是问鼎中期。必须逃回去，与肉交chiến。以你们之力，也敢与我宦家对抗？若不将我放了，你等必死无疑！宦家事发，恐已成定局。
我等断不能相抗。所幸今日许穆在此。欢道友，不知你来我冉云星所为何事？何事？冉家老祖，你应该清楚才是。4年前我幻家之人，果真被你们所杀。冉学风、孙熙、赵传文，你3家血脉到尽头了。徐道友，此人交给我们如何？徐道友，我幻家老祖已经回归，你怎敢如此行事？莫非以你问鼎修为，自认可以对抗老祖不成？幻家老祖，什么修为？老祖修为进入了修道第2步，数千年前便已经是阴虚阳实境界。此人交给你们了，与徐某无关。徐某还有要事，先走一步。我乃幻梅小姐亲卫，我家小姐乃老祖远赴联盟所说的关门弟子。你们说动我，幻梅小姐断不会放过你们。幻梅，此人原名叫什么？你放过我，我便告诉你。搜魂。柳梅，此女确实得到了一场造化。拿到了这罗天星域。徐道友，幻东祭死，幻家此时定会追查。3个月内我会回来。族位幻东，魂灯已灭，确认陨落，陨落地点冉云星。请老祖下令发兵冉云星。以其星辰，灭其道统。以其星辰，灭其道统。冉云星，弹丸之地，灭之易如反掌。然幻东乃幻梅之人，此仇当由他亲自去报。是，老祖英明。只是幻梅小姐的换血大法尚未……那便提前进行。等换血大法结束后，由幻梅亲自处理此事。谨遵老祖法旨。传令，即刻起封锁冉云星所有星空通道，布下锁星大阵，许进步许出一只蝼蚁，也不准给本座放跑。今岩矿乃至阳之物，这云霞星之上，死气怎会如此浓郁？云霞星并非隐秘边陲之地，怎会一点人烟留存的痕迹都没有？那是望月，此地怎会有望月存在？在屠司记忆中，望月是古神一族体内特有的寄生体，靠吸食古神血液生存。望月对庞大的古神之躯并无损害，甚至可被古神当作法宝驱使。一旦古神死亡，望月也大多随之灰飞烟灭，几乎不可能幸存。当年屠司便是失去太久，以至于古神之地中再无望月的踪迹。
莫非这云霞星中埋藏有古神遗骸？若真是如此，罗天星域的大神通者又岂能放任不管？此地诡异，还需快点寻到那金眼矿脉。果然是金眼矿脉。这一整条矿脉都是咱的，主子，咱们发达了！你还在等什么？只要一声令下，小许子这就开挖。不对，这金眼矿脉埋藏的未免太浅了，任何一个问鼎修士，略一搜寻便可发现。如此重宝，千万年来怎会不被取走？而且，若是天然形成的矿石，也不应如此精纯规整。此物，倒像是一节节的骨骼一般。这不是树，是触手。这云霞星，是以一整条金眼矿脉为骨，沉睡当中的望月。若是刚才直接挖掘金眼矿脉，恐怕立刻会将这条望月惊醒。即使在这巨兽面前，我断无活路。古往今来，觊觎金眼矿脉之人，恐怕是全数殒命于此。但这金眼矿脉是管天拟珠，我志在必得。至于如何取出，还需另寻他法。幻梅，换血之后，你便真正成为我幻家之人。所行所举，莫要负了幻家之血。万幻为魂，万血为引。幻家26代族人幻无情，在此求请武林血脉。亘古之前，我幻家曾是雷仙界之仙人。仙界虽毁，血脉仍在。这幻血之法，要从数万弟子鲜血之中炼化出至纯血脉，化作血符印在一人之身。前世老祖甚至不惜自降一境，亲自注大量精血于此印之中，为此女洗脉。凭何为了她，要付出这等代价？万幻无相。老祖的万幻无相道，乃幻家绝典，却后继无人。难不成老祖此番兴师动众的灌顶传功，是想培养一个拥有此道的传人？啊，不对，怎么可能？他的意境在升华。上古仙人留给我族的意境神通，天魔与无相两道，其中更强的天魔道早已失传。可此女身上的意境，莫非是意境升华？闻所未闻，老祖所谋原是在此。梅儿，谢过老祖再造之恩。你果然没辜负老夫的期待。列位先祖，你们看到了吗？
幻家失传千万年的万幻天魔道重现天日了。幻梅，这是你身为幻家族人的第一战，去冉云星杀出你的威名。别费力气了，凭我们3人，这锁星大阵破不开。那该如何？此阵不破，我们难道要等死不成？此举怕是要为那幻梅立威。许木道友说过，3个月便会回来。哼，幻家未至，此人便望风逃窜，他还能回来？来了。冉云3族之祖，可是你们？他是那幻梅。我冉云星，难道要被一个纤弱女子一手覆灭？孙兄、赵兄，今日大难当头，索性我3人放手一战，便是死，也算此生无憾。冉兄豪气！你既燃烧元神，赵某也陪你。罢了，孙某岂能落后？3位有心了，此番愿意以死相搏，倒为我省去了一番功夫。恶孽！要燃元神，便燃得彻底一些。赵兄，醒醒！孙兄，快救我！这到底是什么悼念？你本可也迷了我的心智，却偏让我保持清醒，被同盟虐杀，好恶毒的手段！此战，我可曾出过手？你们3人彼此争斗，与我又有什么关联呢？万幻天魔道，从来无需助战之人。我所过之处，自有无数修士为我而战，为我而死。以你3人之能，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杀了幻梅。当时还有谁在？你们3人献祭主身，以自然元神为障眼法，当真以为我看不穿？你们还留有分身保命吗？求您放我一命！那人叫徐牧，当时杀你族为缓东之人就是他。只是今日他已经离开此地，你若要寻他踪迹，我可以帮你。不急，一个一个来。沾上幻家之血，谁也走不掉。几日前离开之时，冉云星尚且没有这道禁制。此阵颇为复杂，破阵需费些时日。
但若只是突入阵中，不难。是他，问鼎巅峰，与他一战，并无把握。但我以仙位之法改变了面貌，他应当无法认出。这具保命分身，我从未让任何人知晓所在。此女到底是如何发现的？自然元神，却沦陷于自身欲念，舍命死战，却留下保命分身。你们的大义凛然，其中到底几分真假？实在有趣的极。徐道友，救我！孙道友，你既有分身，却未告知于我，这想来是盘算着让我与幻家之人拼命。无论成败，你们都可借此分身保命。可有错？你们虽不仁义，但我既收了你们的仙玉，便保你们一次。在下劝你莫要多事，现在离开冉云星。没想到，你的修为竟也达到了问鼎。你真的以为遮掩了面貌，变化了气息，我就认不出你吗？王离！但是问鼎初期，注定要殒命于此。当日朱雀欣赏你毁我意境之时，我以千幻无情得以窥见你的执念。今日唯有回你道心，遂你执念，方解我恨。王离，我便送你南里木婉团去。找死！以神识观察，此人似乎真的是魂帝一般。幻境而已，终身未归。叔叔，你要杀了小如儿吗？幻境，这也是幻境。如儿，记得将尊魂幡传下去。将朱雀星炼魂宗发扬光大。王离，兄弟，幻境，儿啊，师兄，回来了。幻天魔道，可借对方技能，勾起元神之火，焚烧身心。只待心神失守，便会任人宰割。王离，你的元神之火已经点燃，结局
经注定。雷，他的元神中怎会有雷霆之力？这怎么可能？因果已了，心无缺憾，便可归于沉寂。因果未尽，纵使面对天意，也当逆之。问鼎之时，我便明悟此道。我之执念，岂会受制于你的区区意境？你的修为虽被强行提升，意境却天差地远。你的意境破不了王猛的道心，你的幻术更焚不了王猛的元神。天手破去至亲，王离，暗拉之子，不愧是你！以幻术弄人心，焚元神，狠辣的不是王猛，而是你。你若如朱雀星矢一般纠缠，今日我定当奉陪，不死不休。当年我一心向道，你却以淫邪之魂毁我一己，你我之间早已不死不休。那一战本就是你出手在先，是你咎由自取。那今日之事，便是你的因果报应。灵儿，出来！好久的怨气，为何见了此物，我竟有些许心悸之感？杀了他！怨气直伤元神，此物为何与我心神相连？神鬼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被你炼化的是什么？王林，你以下作手段毁我义己，却不知因缘之下，你的一缕血魂落在我手。我可是以怨念好生炼化了他100年。他的痛苦可直达你的元神，无法阻隔。王林，你可还好生？你毁我道心，让我仙途几近断送于朱雀，如此，我便回报你一个永世跟随，令你生不如死的冤种！我以仙位之法改炼了面貌，却被此女认出，原来是以我血魂为引，炼制了如此恶毒之物。从一开始的刻意接近，屡次试探，到后来欲吞噬我意境，置我于死地。如今，你以我血魂行此炼魂为咒的阴毒之事。你心神重创，早已是强弩之末，何必硬撑？新仇旧怨，
今日我们一并了结。不将你形神俱灭，便不是王毛。连师尊赐予的仙宝都只有招架之力，他不过问鼎初期修为，怎能驾驭如此强大的神通？不对，这力量不只是神通，还有意境。七星剑阵。神通能授予，修为可灌注，法宝更是身外之物。唯有意境，要靠自己感悟。空有问鼎圆满修为，却没有真正领悟自己的意境。在我眼中，你比之一个问鼎中期的修士都不如。三剑之环，宗的三剑之魂，你还不配碰！你救他，万家灭族！王汪小辈，你即便有一个阴虚境界的傀儡，在老夫面前也不过蝼蚁。再不知好歹，老夫让你魂飞魄散！剑气，到底哪个境界前辈如此疯狂，将4万神通交给第一步的小辈？6道以上剑气，除非老夫恢复亏孽修为，否则必死无疑。六枚事关老夫道行圆满，是我此生突破境业期的唯一机会，断不能交出。我幻家基业，一个跳梁小辈可撼不动。
仙家老友，幻某有一事相求。遁天师尊，弟子已将3间之魂取回，尊魂幡的威力定会再现。出来吧。参见前辈。不必如此。许兄，我等3人之前有意隐瞒分身之事，的确是想把你拖入此战，作为我等的替罪者。其他2人何在？他们分身修为更高，早已携带部分家眷逃离染云星，另寻他处延续香火去了。你道基崩坏，虽有你自身之因，与我暂离染云星，却也关联匪浅。这份因果，我须了结。现于你2个选择：其一，我助你重回应变，但自此修为永无寸进；其二，助你重回元婴后期，化神之上，许你自行再度感悟，前路或可更进一步。许兄太抬举在下了，当年问鼎已是九死一生，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去面对。许兄，我选择前程。好。前辈，麻痹巨兽的药材，这种东西无不出自穷山恶水呀。此事，你为何想起来找老夫？事关重大，罗天之中，我只信得过前辈。日后前辈若有所求，晚辈定当尽力。说起来，老夫确有一事相求。力之所及，皆可允诺。依孙熙所言，千幻星之上，仙家最大，幻家次之，虚家最后。可幻家第2部修士只有其老祖1人。将来定有强援相护，或有重宝坐镇，亦或是2者皆有。来人，止步！你可是为了幻家之事而来？正是。幻无情向来吝啬，今日竟舍得拿幻月镜请我出手。想来这小辈身份定是不简单，小小年纪也学人是那灭族之事，把你家村长名讳道出，说不定老夫相识，免你一场杀劫。此子修为不过问鼎初期。果然是隐虚傀儡，这是哪个家族竟把大神通者练成傀儡，还这般送给一个晚辈？
前辈，此事是在下与幻家私怨，还请莫要参与。将这傀儡留下，此事老夫便不再参与，那便没得谈了。此子之死，大可推给幻家，今日这傀儡却是必须得到。好，还是个祭炼我肉身的傀儡。仙位虽有阴虚肉身，终究无法与真正的阴虚强者抗衡。此战要胜，唯有以七星剑阵加以牵制，而后动用凌天后剑气，一招制敌。老夫先将这傀儡炼上一炼，先结玉雷。此人用雷。此人被雷术破了神通，想必恼羞成怒。待他露出破绽，便以剑气杀之。这是雷兽，你是雷仙殿之人？小友见谅，方才老夫鲁莽，这是误会，一场误会。误会？正是，老夫老眼昏花，竟没能认出小友身份。使者放心，你与幻家恩怨，我等绝不参与。千家与幻家，就此一刀两断。一句误会不够，老夫过错，还请使者大人责罚。我要仙玉。仙玉？雷仙殿怎可能缺少仙玉？是了，这不是讨要，是惩罚。他没说数额，便是让我自己定夺了。唉，在下仙玉全数在此，还请使者大人笑纳。老祖，所有族人已召回族中，护宗大阵也已布置妥当。有阴虚境的千魁子阻拦，他若不消耗那剑气，定然无法闯到此处。幻无情，你设计让千某去招这雷仙殿之人。雷仙殿？你幻家灭族之时，千某定会100倍还你。他不是雷仙殿中人，而是与我义女幻梅一样，来自联盟星域。哼！你方才神识也在，还敢跟老夫信口犬吠？待使者大人降临，你自己向那雷兽解释去吧。真的是雷兽！幻家之人，交出柳梅。幻家，交出柳梅。小辈，幻家大阵屹立万年，你若破了，再说此话。封印，看！老祖，雷兽可是代表着雷仙殿，老祖三思！为了一个外人引起浩劫，此事不妥。老祖三思！都给老夫闭嘴！以大阵之强悍，他
若不消耗那净业剑气，断不可破。待此子手中剑气消耗殆尽，便是老夫出手将他斩杀之时。老祖，为了一个外姓旁人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鼠目寸光，我幻家大阵乃是历代先祖所布，纵他有雷兽与阴虚傀儡，也断无可能攻破。你幻家大阵的确强悍，但若加上这道剑意呢？斩、夺、绝！这是规则。道友，在下幻家家主幻风神，此事乃是你与幻无情私人恩怨，我幻家不会出手，还望道友分清曲直。一群废物，请足矣。杀了此人！小辈，除了那剑气，你还能有什么手段？小子，你说的就是他。帮你，反则狠狠将你碎尸万段。你还想让我帮你？我若身死，前辈将受烙印牵连，也无法独善其身。仅此而已。此战结束，还你自由。又是何物？他到底还藏了多少神通？灵气！无论你是谁，老夫宁整个千万修灵力，除你一人，肉也不饶！毁了无数灵脉，只为一击之用。幻无情
是老匹夫，竟做此绝后之事！化仙术不过是当年古妖一族的旁系神通罢了，也可能在我面前耍弄。抬手之间抽取星魂，一颗星球的生与死，皆在一念之间。这便是第二部的真正实力。御剑败了。先祖有言，若负责御剑碎裂，仍可发出一道防御神通。想必便是此物了。此阵一出，便是败局已定，只做交代后事，死活了断之用。老左，把柳梅交出去吧。幻梅，自你入幻家之日起，老夫待你不薄。你若感恩，便交出玉镜，助老夫殊死一搏。从踏入幻家那日起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得到我的意见。我也早已没了选择，不是吗？幻家之道，并非无相，亦非天魔，二者本为一体，乃是昔年幻家纵横雷仙界的至强意境——无相天魔道。幻家苦寻万年，终于得到了这一个拥有天魔道之人。只要将他吞噬，便是重获无相天魔道的唯一机会。你答应我2件事。讲。第一件，把我杀了王离。在那之后，请老祖打开这个储物袋。老夫竭尽所能，帮你达成此愿。若你杀不了王离，便将此物交给他。修为一步登天，最终却死在了一路提携他的恩师手中。
真是命运无常。归本座！一经吞噬，这小女王是死透了。但另一个倒是有些看头。幻无情追寻魔道无数年，最终却沦为死牢口中食粮。世间之事，难逃因果二字。亡灵小王，本座已经完成了承诺。贝罗的封印，本座自想办法，别想再耍手了。道友，柳梅走之前，曾与幻无情约定，若幻无情无法杀你，便要交给你一个储物袋。此物难免有诈。储物袋内是化解丽儿身上怨气的解药，配合一位雷系神通修士，可将怨气消解大半。亡灵已回我道心，我此生恨你入骨，却也连累了丽儿。修真一世，看惯了尔虞我诈，真心待我的
竟是由于怨气浸染的丽儿。王离，我本想亲手杀你，待一切事了，亲自洗去丽儿身上的怨气，可终是没了机会。与你争斗一生未能取胜，反留下刻骨的遗憾。这或许是我多年前留下的因果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生死轮回之上，却是那捉摸不定的因果。你因我血魂而生，与我相连；你被怨气所缠，我元神也难逃其损。既如此，唯有一法。厉这个字不好，换成平吧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名字叫做王平。希望你一生平安，不要像我一样。你身负之怨，起于杀伐，亦须尘世中化解。此番，我便与你自新生。入这人间烟火，观山河温凉，历世事暖善，得你真真正正该有的一生。吸一口祁连峰的仙雾，10年不生病。你们瞧我，这些年壮得像头牛。真的吗？好神奇啊！王平，你要能吸口仙气就好啦。我一会儿就让我爹带我去峰顶找仙雾。4年前老天爷发怒，仙雾早都没了。你们几个呀，不如跟我习武，将来实践走江湖。实践走江湖。好了，今天的武林大会，吃完饭再接着开。走。吸一口祁连峰的仙雾，10年不生病。王家小王，又去和我家那臭小子开武林大会了。周叔叔好。哎呀，俊俏又懂礼数，不愧是手艺人家的孩子。走，带我找你爹打家具去。爹，周叔叔来了。王老弟，我儿要娶媳妇了，家里啊缺了一套布置，要劳烦王老弟了。这是定金。好，3天来取。没问题。这么大的张路都能猎到。爹，药很苦。爹，祁连山上真的有仙人吗？快喝吧，药得趁热喝。爹，什么时候平儿才能不喝药呀？快了。顿梅之药，辅以我之雷元，抽丝剥茧，4年温养，怨力已去了大半。表象虽已畅通无益，可若间断调炼，仍会反复。看来还需漫长的时日才能尽除。他前尘已断，记忆皆空。
于他而言，这便是新生。4年了，落月村与我的家乡很相似。若当年我真只做个寻常木匠，如父亲所愿，此生是否便是这般光景？孙前辈，莫叫我前辈。你托我寻的东西，找到了。罗天北域的生鲜果，莫说巨兽，便是妖龙吞了，也得昏聩100日。北域17家，凡有此果踪迹，都在这儿了。老夫如今这点微末道行，也只能为你探路至此，余下的你可自己去取。有劳了，多谢。交易而已。待你离世后，我会将你的骨灰带回联盟星域的安岳星，葬在那里天山脚下的村庄。放心，我记着。你是谁呀？我平儿，见过孙爷爷。哦，孙爷爷好。他唤我爷爷。好漂亮的果子！啊，果子飞了！爷爷，你是会变戏法吗？此物非你孩童可碰。不为何？它能吃吗？它是给山里不睡觉的大野兽吃的。大野兽有多大？比金刚老黄牛还大吗？它们为什么不睡觉？吃了这个果子就会做梦吗？你就任由他这般问下去。难得见你还有手足无措的时候。这孩子确实招人喜欢。他的寿元不过15载了，如今晚年孤苦，无枝可依，也是我的一种因果。爷爷，隔壁尚有一间空屋，若你不嫌弃这乡野粗鄙，便留下吧。真的吗？平儿喜欢孙爷爷，孙爷爷留下吧，留下来吧，孙爷爷。没想到我孙太颠沛一世，竟还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啊，太好了，孙爷爷留下了。爷爷，快给我讲讲大野兽的故事。好。小皮猴，怎么不回去陪你爹，反而跑到我老头子这儿来了？才不回去，张婶婶又来了。又是来说媒的，把你愁成这样。孙爷爷，您看看，这3年里，张婶婶整整来了12次，从村头说到村尾，好像我爹是块甜糕，谁都想咬一口似的。哎呦，王家兄弟，你瞧瞧，这真巧，这心意，赵家闺女熬了好几夜呢。人家说了，过门啊就把平儿当亲生的疼。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孩子想想不是？总不能一直没娘疼吧？啊！王某暂无此意。哎呦，我的好兄弟耶！你瞅瞅，你带着平儿来咱村都9年了，那时候我还是个没出门的姑娘，那如今我娃都满村跑了，屋里头没个女人，她不像个家呀，是不是啊，王家兄弟？爹，我饿扁了。孩子饿了，这件事就此打住吧。得，算我白忙活。王家兄弟啊，你要是哪天改了主意，可一定记得头一个找我啊！
平儿这孩子真是越发脾气见长啊！学学你爹，那脾气在咱村可是数一数二的温和，不然啊，怎么这么多大闺女要上门呢？爹，您莫要乱想，你张婶婶也是热心。二虎他爹娶了新媳妇儿，他天天饿肚子，还总挨骂。先喝药。有平儿陪着您呢，您不会孤独的。等平儿长大，就一直伺候您到老，让您享福。醉爷爷，我今天跑得比昨天快多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你不打算让这孩子修道吗？以你的修为，他修行之路必是一片坦途，远胜那些修真世家子弟。我为他取名平，只愿他平凡安稳，度此一生。我不会让他修道，其中的残酷与凶险，这一生我都不会让他经受。可这孩子的天资很好，我不会让他修道，永远。此事莫要再提。究竟为何？他似乎在隐瞒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平儿，该喝药了。可凡人一世匆匆，如白驹过隙，寿命只有短短几十载呀。孙爷爷，您今日叫我来看什么呀？今日也让你见识一下纵横星海的我宗秘术。孙爷爷，您是仙人？老夫7岁入道，被尊为大长老数百年，今日传你本宗秘传——定脉诀。此乃尸魁。尸魁是什么？便是能替你横扫千军的化身。这大个子有点吓人。修道之人，掌生死，逆天命，你的病痛、寿数皆可改写。你若修道，便不必再受这凡胎病骨之苦，寒暑不侵，百病不生。不行不行，我答应过爹，绝不修道。此事你我不说，无人知晓。平儿不能骗爹，不能让爹爹伤心。和你爹一样，骨子里的犟种。子曰：“诗云。”子曰：“后来，平儿上了学堂，每日依旧按时喝药调理。除了为平儿驱散怨气之外，不再动用神通，反而像卸下了千斤重担。在这平凡烟火里，我的道心竟愈发圆融通透。生死一劫，似在孕育新的蜕变，但前路仿佛让雾霭缭绕，为静心以待。孙太那头，倒也从未死心，变着法儿的想向平儿入道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凝阴气于开尘，会湿破于丹田，此乃吃亏大道。孙爷爷！10年春秋，
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孙爷爷，孙爷爷，再喝一口吧。回首半生，青山人老，想来人生总是失意悲多，如意少。想那来路，我乃石英宗主脉长老之子，千年凝练，人人都道我天命所归，前途坦荡。尊太，你认了这条贱命吗？不过100年光景，我变成了罗天星域一切家务，人人可托。我愤恨不平，一直在想，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，落得全盘皆输的下场。最后10几载的光阴，终于明了，我呀，不过是在千万次选择中走向了自己的命运。如今想来，人生一遭，我该是得极高歌，失极休，多愁多恨，亦悠悠。到我现在，什么喜怒哀乐，什么恩怨情仇，不过菩提明镜，一笑置之。放心，等你应允之时，我会做到。生死之间，原是如此的短暂。孙爷爷！送官！孙老伯孤零零一个人，总算还有平儿这一孙送终。孙爷爷，我可的字没爹好，您别怪罪。孙前辈，骨灰我已收好，承诺之事必不辜负。安心去吧。19年来，落月村送走一代人，又迎来一代人。当年邻舍失去其散，凡尘一生，
过数次。王家兄弟，已晃近20年了，真快啊！还记得你刚带平儿来时的样子，如今你却要走了。周大哥，这些年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孩子长大，该带他出去走走，看看天地。看来我家二丫没这个福分了。王平，你还回来吗？应是不回了。我恨你，王平！保重啊！王家兄弟，保重！保重！保重！爹，女子为何总这般麻烦？尤其是周若彤，你不喜欢她？也说不上，只是她哭时，我这里有些不舒服。哎，爹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先去看山，看山之巍峨，接天连地。就像祁连峰那样吗？不，去看比祁连峰更高、更远的山。山林一边，生死轮转，如烟丝浮云，过眼不留。此之种种，我早已深刻。而生之气息，我却体悟甚少。原以为生死轮回便是终极，尊太临终之言，却使我明悟：生死轮转，不过是因果相续，众因得果，因成国际。众生浮沉，皆系于此。而生死一境之上，尚有因果大道。落月村19年，是净手。孙太时过，因果尽明，潜入剑清。我带着平儿离开了落月村，走向更广阔的人间山海，让这天地山河涤荡魂灵，绕剑问心。我便为你槐树下热一碗粗茶饭。登山，看天地之远。天地竟如此浩大。关河，是浩大之磅礴。爹，这浪头拦不住我们。好。林海，吾苍茫无垠。爹，平儿一生都要陪在您身边，即便死了。若有来世，哪怕不再是父子，我也一样永远不会忘记您。8年山水，涤荡魂灵。如今怨气已除，仅余一死。丹药与法术已无用，深知魂根，为岁月可灭。爹，我记得小时候听人说，祁连峰上有仙雾，吸一口能10年不生病。那时我就想，总有一天要让爹带我来这儿。真美啊！那便是仙人吗？是的。爹，您也是一个仙人吗？算不上仙人，只
只是一介修士罢了。孙爷爷，我们来看您了。我和爹走了很多地方，见了大山、大河，还有无边的大海。爹，您为什么不让我学习孙爷爷留下的那些仙人的法术？因为修道的人生不适合你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希望我平凡过完一生，而不是追随您的脚步，成为一个修士，是吗？如果我不愿呢？此事莫要再提。除了修道，这世间一切，我皆可与你。父亲，只有修道，我才能陪伴您更久。我说过了，你不适合修道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父亲。爹不让我修道，定是因修真界弱肉强食，他道行有限，护不了我周全。爹怕是经历了太多苦难，怕我受欺负。爹，我错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便在此城生活。一会儿，先去置办处摘月。没事吧？是哥哥。爹，这里不错，看惯了山水大海，再看着热闹的大城，很是有种恍然入世的感觉。哎，听医师们，你瞧这傻小子，倒也有趣。许是第一次来齐水城，便卖弄一些什么见惯山水、出世入世的学问。好笑吗？买上！嗯，怎么不好笑啊？这青衣平日里对谁都是张冰块脸。刚那人进来时，没事吧？他居然抬头看了一眼。哼，这般相貌，若是生在一女子身上，必是绝色。可惜啊，却是在一个男人身上。不过，做个鸾妓倒也合适。好一副堂堂相貌，若是生在人身上，定是翩翩的俊朗。可惜，却是生在了畜生身上。好没教养！老夫便带你长辈，废你双臂，叫你长长记性。别！我的天哪！师尊，我的儿子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你也是修士，在这染云香，你得罪了孙家，便等于是……前辈，此事是我等鲁莽，还请您高抬贵手。
姑娘可是名唤青怡，在下王平。姑娘莫非也是修士不成？为这筑基，算不得真正修士。今日之事，实是我等之过，只是师尊已捏碎了传讯玉简，他们估计就要到了，你们快些离开。孙师祖，祖叔，这是他，他害我。凡人，此子天资绝佳，这二人绝非表面那么简单。阁下出手如此狠毒，毁我族人金丹道基，是真当孙家无人不成？平儿，走了。站住！侍卫说清，其中二等。非术非法，这是悼念之为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今日之事，实是我等之过。那个叫青怡的姑娘，人似乎不错。这院子很大，房间也有不少。之前的主人卖房之际，留下了一些丫鬟仆从。老爷，这少爷就是我们的新家了。怎么了？爹，你与孙家相识？有些渊源罢了。孙家看起来好像在这七水城势力很大。若是他们真的上门算账，该如何是好？晚辈不会听错，此人的确说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看来有人不把我孙家放在眼里。此人姓什么？我等不知。青怡师侄与那二人略有交谈，或许知晓。你可知晓？晚辈不知。竟敢欺瞒！好大的胆子！晚辈真的不知。罢了，此事我已上报宗族，不日便有族内应变修士前来处置。至于你这个外姓族人，形象外人，先关进偏房，容后发落。家主，姓王，神识探查，竟毫无异常。孙家族人孙启明，拜见道友。老爷吩咐了，让你们离开。就是，敢让我家家主候着。好大的家子，真当我孙家无人！好熟悉的问鼎气息，是他。
打扰前辈清修，罪该万死。晚辈这便离开。走。平儿，19年落月村的平凡，8年山河湖海的游历，你已经经历。人的一生，喜怒哀乐，贫富贵贱，你当一一体会，方算完整。接下来，应许你30年的富贵。爹，您与孙家只是有些渊源，这么简单。为父曾答应，庇护其一族100年平安。没想到父亲修为如此之高，让冉云星为首的孙家家主都跪拜进退。我原以为是您护不住我，所以不愿我步入道途。是我想错了，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父亲到底为何不让我修道？我说过了，你不适合。30年富贵，是您不让我修道的补偿吗？是的。父亲，什么才叫富贵？你想要什么样的富贵？您曾教我，人当逆天而行，莫要被这天地所压。遇山则越，遇川则渡，遇海则跨，与这天地同样绝不屈服。既然您不让我修道，那我便要成为这凡人之中的至尊。如果你想，可以。我不要唾手可得的至尊，我要的江山，我自己来打。你长大了，可以。父亲，你可以给我一切，为什么不让我修道？平儿修道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当年的承诺，为了可以永远的陪在你的身边。父亲，你太孤独了。此去，保护好他。平儿，非是我不让你修道，而是你不能修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可是我却希望那一天来得越晚越好，甚至永远都不要来到。所有孙家族人听令，不得踏足王府1000丈之内，违者废修为，逐出家门。家主，那人究竟是谁？是谁？是即便老祖见了，也需恭敬叩拜的存在。是我孙家能有今日之根基的恩人，你们竟敢去招惹！莫非是那位许木前辈？险些为我孙家惹来滔天祸事。此事始末将告知你云家家主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都是因为你！若不是你当时多看了那小子几眼，我怎会去招惹他？若不是你，我怎会去得罪许木的儿子？都是因为你！秦野，我们私奔吧！若被我族中长老得知此事，定会将我打个半死。你现在也被逐出孙家，修为被封，与凡人无异啊！你我2人现在更般配。这偌大的世界，没人能找到我们。
拜见前辈。你的资质尚可，用一甲子岁月陪伴平儿，换一场修道机缘，你可愿？在下王庭，姑娘莫非也是修士不成？晚辈愿意。800余年道途，这还是第一次饮俗世的酒，而醉了。父亲，保重。是酒太烈，